现在还有哪些小币会继续暴涨呢？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，请随我看下去。我们来看一下，目前我依然在 Bybit 上面持有$50,000价值左右的 Solana 多单。那当然了，这里的仓位价值开的比较小，因为这只小币它的波动比较大。你可以发现呢，是将近1000克的 Solana， 那仓位价值是接近$50,000左右。那目前呢，已经产生了$8000多的利润了，也算是相当不错了。虽然说资金费率是有点痛，没错，但是呢，我们也拿到了非常大的利润，吃到了很大一波的涨幅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，如果你也对交易感兴趣的话，非常欢迎你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。如果你想试试看交易的话呢，你只要 KYC 入金$100，你就可以拿到$30的现金，而且你可以直接提币走。当然，你也可以拿着送的$30拿来做交易，拿来试试看。如果没赚钱的话也没关系。那 BitGet 你只要做任何一笔交易，就会送你$20的体验金。好，那我们回到 Solana 的盘面上，我认为 Solana 呢，我们在突破前高过后啊，我们前面呢有好大一段的真空区。当然，我们也可以打开 VPVR， 也可以得到验证。我们可以发现呢，我们目前啊从50块一直往上，大概到$77、$80左右呢，它呈现了一段真空区。那走真空区的时候呢，很有可能就会走得非常快速。那这也是我们做合约的人呢，绝对要牢牢把握住的。那当然呢，我们当然希望比特币再继续往上走。如果比特币继续往上走的话，那么 Solana 它到达目标价位的机会呢，就会相当的大。那当然呢，小币的波动是很大的，我们一定要带好止损。那其实我们在短线上呢，它是有一个回调机会的，我们有回调机会，我们有上车机会的。你可以看到，我们有回调到大概55左右的这个位置呢，其实就是一个不错的上车机会的。那当然呢，我们的止损呢，我个人的操作方式是仓位小一点，占止损我们就放远一点。那这波利润呢，我一定要吃到，它只要有涨到价位的话，我一定可以拿到利润的。那我们来看一下 Gas 的话呢，其实它是最近韩国炒得很凶的一个币种。那当然，如果说大家有在做小币的话，不管是现货，不管是合约，你一定有听过这个币。那这个币我们可以发现呢，其实我们在做小币的时候啊，在多头行情当中，一定要炒新不炒旧，也就是有热度的币种，有热点的币种，有讨论度的币种，大家在炒的币种，有量能的币种，我们才去炒。如果说没什么量能的币种，没有人讨论的话，那我绝对不会先做埋伏的，因为有太多币了，我们没有办法准确的埋伏。但追涨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事情哦。我们有看到苗头的时候，比如说我们最终这波上涨，我们涨到了30块，那我们当时有苗头的时候，可能6块就看到苗头了。那追进去一点都不晚，7块5，甚至我们到15块追进去都有1倍的涨幅。所以其实小币呢，它缺的不是涨幅，而是我们有没有去好好的发现它。那当然了，在小币来说，追涨绝对是没问题的，用现货吃都会是一段非常可观的利润。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，Gas 在日线上呢，它的量能还在不断的往上走。你可以看，虽然说我们下跌，但量能还在往上走。我认为呢，未来绝对 Gas 还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币种，甚至回调呢，很有可能就会是我们的加仓机会。好，那我们再把级别呢，我们再往下切小一点点我们可以发现呢，4小时其实它绝对有止跌的迹象，而且呢，它是一个爆量止跌。你可以发现，我们从4小时线上呢，我们在过去来看 ，Gas 这个币种的历史数据呢，它从来没有在4小时上爆出过这么大的量能而且呢，这个是币安的图表，那当然币安是最大的交易所，所以我去看这个交易所。那当然，如果你看 Gas 的话呢，你也可以去看看 Upbit， 它是一间韩国的交易所。那韩国人大家都知道炒币有多疯狂所以如果你去看看这2间交易所的话，你都可以发现交易量它还在急剧的上升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出现的这根 K 线这根 K 线它爆量，而且它收了长下影线，它止跌了。我认为这会是一个止跌的信号那当然，如果说小币要止跌的话呢，出现爆量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。那如果没有出现爆量的话，我们真的比较难判断它有没有止跌。那其实我们出现真的这个位置呢，它也在我们前期的互换，所以我认为7块5呢，它真的有机会形成我们这一次的底部，或者是说它至少是一个止跌的信号。那你可以看到我们后续呢，它也有一定的上涨。那当然，如果我做的话，我很有可能会用很小仓位的合约去做，或者说买现货的方式。但是 Gas 这个币种呢，我接下来一定会非常关注。那当然 Solana 的多单我会继续持有，那 Gas 我会很关注，很有可能就是我接下来开的币种了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TRB 吧。TRB 的话呢，前一阵子涨得很狂，但是 TRB 呢，它就没有 Gas 走的这么强势，或者说它的热点呢，并没有集中在 TRB 身上现在有慢慢转移到其他币种的这种迹象。你可以看到呢，我们的价格上升的时候呢，我们的量能它是在萎缩的，那就表示
做 TRB 的人呢，确实有越来越少，而且我们现在呢也出现了回调。那止跌的没有，我们现在确实是不好说。但是呢，我认为 TRB 跟 Gas 比起来啊 ，Gas 绝对会是一个比较好的币种，绝对会是更有机会的币种。但是呢 ，TRB 呢，我们可以关注它破前高的位置的这种机会，因为破前高之后呢，通常都会带来一段很大的涨幅。因为一旦破前高，那我们在前面呢，在上方它就再也没有套牢盘了，再也没有可以产生阻力的这种位置了，除非庄家主力到货，那么我们才有可能产生跌幅，不然我们只要一突破前高，通常都是暴涨嘛。你可以看到，我们突破前高的时候，突破前高就是暴涨，绝对我们有机会可以去追进去的。你可以看到，我们突破前高过后呢，有太多这种例子了，那我们就不一一列举。但是 TRB 呢，我认为我们可以去看一个突破前高的机会，但是跟 Gas 比较起来呢，我认为 Gas 还是更有机会的一个币种。那我们最后看一下 ORDI 吧。ORDI 的话呢，你可以看到它还在不断的上涨，而且突破前高过后，才刚突破前高。那目前呢是爆出了周线级别的巨量，我认为其实 ORDI 呢也会是接下来的几天，也是热度会很集中的一个币种。那我个人呢也很有可能会去购买现货，或者说做这种合约。当然啦，做合约确实比较危险，因为它在短线上呢，我们比较难抓止损的位置。那当然突破前高，不是前高，突破它发币的价格，再来是。它爆出了巨大的量能过后呢，我认为这个绝对会是一个很看涨的信号。那说不定很有可能的 ORD 它只是在涨幅的刚开始的阶段而已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也会为各位去关注这几个机会。那最后我们看看比特币吧，比特币它还是在原位做震荡。那我个人呢，是有准备资金的，在接下来呢，如果说有见到回调机会的话，我还会再买入。好，非常感谢各位，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真的非常感谢各位，拜拜。